它是四川古蔺最神奇的一座山，海拔1500米。最奇特的是，在这座孤峰山顶上，藏着一口千年不干枯的不老泉。无论是晴雨交替，或者是久旱无雨啊，这口泉水啊，永远都舀不尽，从不干枯。而且被一位88岁的老人啊，常年守护。泉水被锁在一间小屋内，想要亲眼目睹并不容易，房门常年上锁，必须要征得老人同意啊，才能进去观看。传说中的山顶不老泉究竟是真是假？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同盯上去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带你们来的是四川古蔺县龙山镇的尖沙子啊。据说在这个山顶上面有一口千年不干的不老泉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我们上去啊，一探究竟。走吧。在这个路的两旁啊，有很多这样的柏树。这种柏树呢，在我们古蔺县就拿来秋腊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用柏树秋的腊肉哈？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啊，也是非常陡峭的哈。它的垂直应该有过40度吧，大家可能在镜头里看不出来。其实，在我们古蔺好玩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，比如说黄金老林啊，夏天来避暑，还有古蔺的大黑洞，被誉为天下第一洞啊，据说可以通到云南、贵州，还有我们四川。这个5一啊，大家可以过来游玩哦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有这种用谷草然后绑的一种不知道是啥哈。这个位置是一个石敢当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在这个路边啊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造像。你看啊，头非常的圆啊，耳朵特别大，然后呢是在这个石头上凿出来的，但是这下半部分好像是毁坏，上面还有点这个水泥沙子哈。这个应该也是石敢当吧。它这个地方不是很高，从下面走上来可能就走个15分钟就到顶上了哈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石头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一层一层的，你看里边还在滴水哈。你们看这个房子就修在这个山头上面，两边都是悬崖绝壁，上去看一下。它上面这个房子都是钢筋水泥做的，它这个材料啊，应该是用马驮上来的，或者是人工背上来的，还是2层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边，这儿是个殿堂，这一尊就是财神。祝看到财神的朋友都能够财源广进。中间这一尊是文昌帝君，祝天下所有的学子啊，看到文昌帝君啊，都能够高中状元，金榜题名。这一尊是药王，这儿应该就是他的山门呢，都是在这个石头缝里，然后凿进去的。这儿还有4个大字：雄冠令东。它的落款是民国时期的。这道门上面还有2个门神，这儿还有一口水井哦，这里边装满了水的。还有2台洗衣机，这个是厨房，这个厨房非常小啊，还有一个灶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它这个厨房啊都是在这个夹缝里边然后修的，这个是天然的，不是人工造的啊。你看这两边的石壁生得非常好。还有一口小锅蒸饭的东西叫正子，这个蒸出来的米饭非常好吃哈。这里还有一口锅，空的啊。
这儿它还有一个灶，你看，锅碗瓢盆啊，就全部放在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窗户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它这个地方堆了好多这样的大的这种木头啊，哎呀，这个木头啊，好粗啊！你们看一下，可能没有个几百年、千把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树的，非常粗。然后里边这一根，你看，太大了。哎，它这个崖壁上还有很多的字啊，你看一下，密密麻麻的啊。它这儿还有一个房梯啊，然后平时睡觉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取暖桌，一张床，那儿还有个房间。看一下这边，甘露寺。大家，嘿。这一位呢，就是这个甘露寺的主持。今年好高寿啊？今年高寿88。我听他们说你这儿有一口水井啊，是真的哈？真的哈。一会儿我可以看会儿不？可以哈。然后经过我跟这个大爷的协商啊，他同意我去参观他这个不老泉。今天呢，我就跟他大爷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带我去看下这个不老泉吧，走吧。这大爷啊，非常的精神啊，看到没有？就锁在这个小房间内。你看上面写的哦，谢绝参观。哦，就在这儿哦，就是这儿吗？就是这个啊，对这个。我看下，来，镜头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还在滴水啊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儿还有个啊，来，摄影师过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个比刚才那个大哟，哇，你看这里边非常清澈，而且这里长了草了哈。这儿还有写6字啊，你看啊，神秘的井泉，舀不干，溢不出，水质清澈啊，甘甜爽口啊。大家可以想一下啊，像这种泉水啊，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？你看这儿它是个孤峰，对吧？旁边没有山脉相连，那么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的？应该是从地下冒起来了。我们现在问一下大爷，看这水怎么来的？大爷，这个水是咋个出来的？这个水是自然性、天然的。天然的？天然这个水是从地下冒起来的。地下冒起来的？地下冒起来的。干过没有啊？没有干过。没干过。没干过。那有啥子传说故事没得？传说故事啊？传说故说这个地方没有修庙子的时候，北京。叫北平，没叫北京。北平那个时候，当地北平时刻发生一些火灾，民众告到皇上家去，皇上又无法解决这个事情，皇上就委任了那个军师，查风水，就是风水问题查风水。这个军师都云南查起来，云南都贵阳、贵州查起来。查起过来，走这边过来，黄泥大山过来，查到马儿山，查到玉华下去，查到古宁，由古宁去又倒转身来，又走龙山倒转身来，倒转在这点查到这个是个火山。火山？查到这个山是个火山。这个火山，皇上问了这个火山咋个办？他说是要修庙子来压。他说那么你给修点庙子压在搞啥？他说老爷不得了几百丈高的山，要的是12盘材料。他说既然是这么，你走我的盘起银子去修嘛，这是皇上出钱，军师盘起银子来修成起来的。修成起来了过后，把庙子修起来过后，请了和尚来管理。和尚管理的庙子就受了感应，受了灵气，受了感应，这个庙子就有水有米流出来，有水米流出来，流出来都够得搞上的人吃。
就是细水长流，够得个啥人吃。后者年久了，时间长了过后啊，这个地方大荒的时候，人些就没得人上来焚香花枝白狐的。比如说到年满了过后，荒过了过后，群众上坡来查哈儿的搞的，这就的和尚的再不是上来，和尚还得在。就问那和尚咋个发的呢？这和尚就说，这高上有鲜米，有水，有米，保持了他们的生活。说他们的长时间在这高上保留生命下回来。那现在米还得留没有啊？现在没有留了。他为啥子不留呢？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他们上山来的人都就听到说这个和尚这高上有鲜米吃，这个鲜米吃了长生不老。所以说都想吃这个鲜米，长生不老，想吃的鲜米。但是想吃的鲜米，这个鲜米不一定那么多，它不会有多的给你，没得多，它是一慢慢的缩出来的，缩米朝着缩出来的。所以说他就认为说，现在举个例子哈，这整一袋米装进整只筷子，给多加个拿出来米用丢出来。但是很慢，但是把筷子给挤搅搅的话，就更来的大点。他们以为说里头有个成锅有米成几，就把它大点叫大点来弄个，就整拿大点弄个，整大棒棒给挤多就多落头了，就没得米得了。就表示就是说，教育人不能够贪心，太贪了就把自己都害了哈。就是教育性，太大问题。听到没有，朋友们？所以说做人不能太贪心，知足常乐就行了哈。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是你的就是你的。所以说不能太贪了哈。那谢谢大爷的讲解啊。好。现在呢，我就从里边出来了，然后这儿啊有很多佛像，现在就让大爷帮我介绍一下这些佛像到底是哪些。中间这个是川走。这个是川走。这个川走，这是药王。那个财神。这个财神。你的意思是这三尊佛像有几百年了？朋友们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三尊佛像，大爷说几百年了，你看上面的颜色还是非常鲜艳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第三个，是盘古开天地、滚蹬出气的菩萨。这个是女娲。那个是地母菩萨。地母。是斗母。斗母啊？这个斗母。这个是太阳、月亮、日月拱神。是滚蹬出开的菩萨。中间是观音菩萨。这个观音菩萨。这三个文殊普贤跟观音让他的亲亲的三姊妹。是三姊妹啊？亲亲的三姊妹。都成了神。就是这个。来看一下。像不像？马蹄印，真的是马蹄印嘞。像不像？很像嘞。这个马怎么会跑到上面来哦？这个传说，这是个传说是二郎神骑飞马走的个上个脚板蹬下地蹬的。太神奇了，朋友们，来，你们再过来看一眼啊！真的，非常的像啊，这应该不是天然的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哎呀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么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这上面的风景到底有多美啊！我站的位置啊，就是整座山的最高处啊。你看，上面是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啊，这上面的风景啊是特别的漂亮的。刚才跟大爷聊天啊，大爷说整座山啊就是一个凤凰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凤凰的尾巴，还有这一边，那边立了一根柱子，那边就是凤凰的头了。这里的海拔呢有1500米啊，非常的高。你看啊，而且这外面还有护栏的，站在这儿啊，看下面的风景啊，非常的漂亮啊。但是呢，走在上面啊，我这个两腿都在发抖了，然后心跳加速，因为有点恐高啊，实在是太高了。你看一下嘛，你看下面那些房子啊，非常的渺小啊，尤其是在马路上跑那些摩托车啊，像蚂蚁一样，特别的小。你看对面那些山啊，几十里路都能看到啊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一定要来这儿拍张照片，打个卡。运气好呢，上来还能看到云海啊；运气不好呢，来到上面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看我今天运气就好啊，
早上下雨啊，然后下午呢它就出太阳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就站在凤凰的头上。俗话说啊，凤凰的头上走一走啊，长长又久久啊。祝大家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。那边就是我们古宁县了，这边就是龙山镇了。再往这边看，那边就是黄华镇。再往这边看，这边就是关文镇啊。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高了，欢迎大家来古宁旅游。我们的视频呢就到现在为止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